试着把你的意识放在美国优胜美地国家公园那一座900公尺高的球场沿上，想象你现在正挂在上面，你只有几根手指间，大约只有半张信用卡那么厚的接触面扣在冰冷的、粗糙的花岗岩边缘。你的脚下是整整1公里的虚空，没有绳索，没有安全网，当然也没有第二次机会。在这个高度，风声会变得非常锐利，只要你的一条小腿肌肉发生一次不由自主的痉挛，或者一阵突如其来的山风，你的人生就会在10秒钟的自由落体后，物理性的宣告终结。现在，感受一下你的大脑在做什么，它在尖叫，对吧？你的手心在出汗，导致摩擦力降低，这让你更恐慌。你的肾上腺素在疯狂分泌，你的心脏撞击着肋骨，你的每一根神经都在对你吼叫：快逃！危险！会死！抓紧！这很正常，这说明你是一个功能完备的、健康的生物。这说明演化在你身上安装的生存机制正在完美运作。但是有一个人 ，Alex Honnold， 当他处在这个生死一线的时刻，他的大脑安静的就像是在图书馆翻阅一本书，没有尖叫，没有恐慌，他甚至还能思考午餐要吃什么。为什么？是因为他不怕死吗？是因为他的基因突变了吗？科学家曾把这个疑问放进了核磁共振机里，试图寻找答案。但我今天想给你的不是一份冰冷的医学报告，我想邀请你把镜头从显微镜下的神经元拉远到灵魂的尺度。也许我们一直问错了问题，这不是关于大脑结构的优劣，而是关于你的灵魂究竟是为了什么而来到这个世界。嘿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普通人。我们常常看着那些天赋异禀的人，那些在极限运动中嘲笑死亡的人，那些在商业战场上豪赌的人，或者是像 Alex 这样仿佛没有恐惧神经的外星人。然后我们会转过头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看着那个在面试前手赌的自己，看着那个不敢辞职、不敢告白，甚至连坐云霄飞车都要闭上眼睛的自己。然后我们会问一个非常残忍的问题：为什么我这么胆小？为什么我这么平庸？我们习惯把这种落差归咎于自己不够勇敢，或者基因不够优秀。我们责怪自己的大脑太过敏感，责怪那个总是在关键时刻跳出来喊停的声音。我们觉得自己拿到了一份次等的剧本。但今天，我想邀请你进行一次认知重组。如果我告诉你，你的恐惧并不是一种缺陷呢？如果你的胆小其实是一个被精心设计的保护程式呢？今天我们不谈鸡汤，我们谈谈设计图。我们要用神经科学来拆解恐惧的机制，然后用灵性的视角来解释这背后的终极意义。我们将会发现，你之所以没有站在悬崖上，不是因为你不行，而是因为世界需要你在别的地方。首先，让我们用科学的刀解剖一下恐惧。在我们的大脑深处，有一对长得像杏仁一样的组织，叫做杏仁核。它是我们的恐惧中心，是演化留给我们的烟雾探测器。在远古时代，当你的祖先在草丛里看到一抹黄色的条纹，杏仁核不会让你思考那是老虎还是枯草，它会直接接管你的大脑，切断你的理性思考，强制下达指令：跑。这就是为什么你会感到恐惧，这是一个古老的保命机制。神经科学家曾经扫描过 Alex Honnold 的大脑，他们让他看那些会让普通人尖叫的恐怖影像，血腥的车祸，恐怖的鬼脸。结果令人震惊， Alex 的杏仁核几乎是休眠的，没有反应。对于我们来说是警报的刺激，对他来说就像是看着午餐的三明治一样平淡。科学给出的解释是，他有一个高阈值的杏仁核。这可能是天生的基因变异，也可能是后天极致训练的结果。总之，
他的大脑硬体和你的不一样。如果你只停留在这个层次，这个结论其实是很伤人，因为它听起来像是在说，看吧，这就是天赋，你的硬体比较低阶，所以你活该焦虑。你会觉得自己拿到了一台次级品，但这就是唯物科学的局限。科学负责解释机制，但它解释不了目的。科学可以告诉你为什么你会感到恐惧，但它无法告诉你为什么你需要这份恐惧。让我们换一个滤镜，把你的身体看作是一件高科技的生化太空衣，而你的意识或者说灵魂是那个驾驶员。这件太空衣的出厂设定，为什么要把你的恐惧灵敏度调得这么高？为什么你的工程师要安装一个这么敏感的警报器？是工程师失误了吗？还是说这原本就是为了某种特定的任务而刻意设定的？如果我们假设灵魂来到这个物质世界是为了完成体验，那么每一件太空衣的参数都是为了配合那份独一无二的灵魂合约。在这个段落，我不想直接给你答案，我想请你闭上眼睛，给自己10秒钟回想一下，回想你人生中那些让你感到活着的时刻。对 Alex 来说，那个时刻是在几千英尺的高空，是把生命压缩到指尖的那一秒。他的灵魂渴望的是边界，他要看见人类专注力的极限，他要测试肉体与意志能走多远。为了这个任务，他的灵魂必须关闭过度的恐惧保护。在他的剧本里，存活不是第一顺位，闯关才是。他不是来养老的，他是来燃烧的。但是你呢？你的灵魂任务是什么？也许你感觉到最深刻的意义是在你保护了某个人的时候，是在你维护了一个家庭的完整时，或者是在你日复一日耐心地把一件琐碎的事情做好的时候。对于99%的灵魂来说，我们拿到的剧本不是关于突破边界，而是关于连结与守护。你的灵魂想体验的是如何在不完美的世界里学会爱，如何在脆弱的肉体中建立信任，如何让文明的火种透过一代又一代的平凡生活传递下去。为了完成这个任务，你的灵魂给身体的最高指令必须是请让我活下去。所以那个敏感的杏仁核，那个让你感到羞愧的恐惧，其实不是诅咒，它是你灵魂的最忠诚的保镖。当你想冒险的时候，它会跳出来拉住你，它在对你说，主人，这里有危险，请退后，我们要留下来，我们还有更长远的路要走。你不是胆小，你是被赋予了留下来的重责大任。但是这是否意味着普通人只是想活命的懦夫？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只是苟且偷生？不，这才是这个世界最大的误解。接下来的这段话，请你听清楚，这将改变你看待平凡的方式。这个世界，或者说人类文明这艘船，是如何运转的呢？物理学告诉我们，宇宙有一个最基本的定律，叫做热力学第二定律，也就是熵增。简单来说，如果不做任何事，万物都倾向于混乱、崩解、无序。房子会倒塌，热水会变凉，关系会疏远，秩序会崩溃。宇宙的本质就是走向混乱。为了对抗这种混乱，这艘人类的船需要2种力量。第一种力量是帆，像 Alex Honnold 这样的人，他们是帆，他们负责张开自己，迎接狂风，甚至制造不稳定。他们用生命去冲撞未知，把人类对可能性的想象推向新的经纬度。他们对抗的是停滞，他们让我们知道人类原来可以这么伟大。但如果整艘船都是帆，会发生什么事呢？只要一阵风暴，船就会翻覆，会被撕碎，会彻底毁灭。一艘只有帆的船是走不远的。所以这艘船需要第2种力量，那就是你。我们是锚，或者是船身那根最沉稳的龙骨。你以为你的生活很无聊吗？每天准时起床，忍受工作的枯燥，照顾生病的家人，在争吵后选择原谅，在混乱的世界里保持善良，每个月准时缴费，
每天准时倒垃圾，每周准时问候父母。你知道这在物理学上意味着什么吗？这意味着你在对抗熵增，你在输入巨大的能量去维持一个系统的有序。这是一种高密度、低戏剧性的灵魂运作。Alex 的任务很戏剧化，所以他被拍成了奥斯卡纪录片，全世界都为他鼓掌。你的任务很安静，安静到甚至没有人会给你颁奖。但正是因为你的重量，因为你的抓地力，这个世界才没有在疯狂的加速中分崩离析。是因为有你这样的锚，社会结构才没有崩塌。是因为有你这样的龙骨，那些疯狂的帆才有机会去冒险。没有帆，船去不了远方；但没有锚，船甚至无法度过今晚的风暴。你每天做的那些普通的选择，那些看似毫无意义的重复，其实是在拉住这个世界的缰绳。你在守护秩序，你在对抗宇宙的虚无。所以，让我们回到最初的那个悬崖，看着那个在岩壁上起舞的 Alex， 我们依然会赞叹他的神乎其技，我们依然会为人类的极限感动。那是极致的美，那是灵魂燃烧的光芒。但这一次，当你转头看向自己时，请不要再带着遗憾，请不要再觉得自己是失败品。深呼吸，感受一下你的心跳，感受一下那个会害怕、会担忧、会想回家的自己。那不是软弱的证据，那不是基因的缺陷，那是你正在执行任务的证明。在这个全像的宇宙里，每一种频率都是不可或缺的音符。有些灵魂天生是为了测试边界，有些灵魂天生是为了让世界不要崩坏。如果你不是那个站在悬崖上的人，那通常代表你正在某个地方承担着更长久的重量。你不是缺少天赋，你只是被分配到了另一种重要性。别拿别人的地图找自己的路，别拿帆的水准来责怪锚的沉稳。做好你的锚，抓紧你的地，这个世界真的很需要你。嘿，我是普通人，愿你在自己的平凡中看见那份不凡的重量。我们下期见。如果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请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谢谢各位。